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又是咱们的老朋友千直链铁技桥出品的天元突破红莲罗岩。这一款作品呢，实际上很多厂家都出过，但是之前像我记得 CCS Toys 也出过，但是我没有拍。这一次铁技桥，咱们来尝尝。众所周知，铁技桥呢都是在原型的机体上做一些魔改。这一次的这个红莲罗岩，我觉得改的有点帅啊，兄弟们！话不多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上半身这颗头雕，抽近距离来看一下，整个头雕的涂装呢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细看啊，会有这上面的一些地方啊，涂装稍微会有，也不是涂装吧，应该是开模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右边的这个灯光扇打下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整体的这个面雕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脸的表情可以去替换，我这一个呢不是特点，是普通版。特点版呢会多一个脸型，外加多2个特效键，普通版的话呢就会少这3样东西，但实际上问题也不大。我觉得如果价格差的多一点的话呢，普通版就够了。来，整体的来再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包括背部，整个的红色漆面，我觉得这次涂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亮。而且我仔细的看过，基本上起码我手上这一个没有任何中奖的一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亮。塑料质感呢，我感觉没有那么的强，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在它的一些腿部的一些金属涂装还是非常可以的。好，我们镜头直接拉远来看一下上半身整体的一个造型，可以看一下上半身真的非常的宽啊，看一下我的手掌过去，这个大臂甲跟小臂甲还是在延伸在外面的，而且涂的是非常不错。我慢慢旋转，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它的小臂甲，哇，这个质感非常不错。慢慢旋转到背后，背后的话呢，它腰部这里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透明镜，我可以清晰的肉眼能感觉到这里是透光的。背部会有一个卡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拔下来了以后，会放一个特效键在上面，非常非常大，让整体的这一个主体尺寸会更加的宽一点点。胸腰部分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独特，看到小型的这一张脸，而且它也是有可动，而且可以去拿下来。你稍微去把下巴掰一下，但是有点难取下来啊。这边呢是可以拿下来以后呢，是放一个特效键在这里上面，再到这上方，整体的这个主体有很多的这些尖刺的地方，开模非常尖锐，包括大臂跟小臂这些，特别是腿部关节。来看一下下方腿部的这2个，哇啦，非常锋利，而且很薄，非常的薄。如果你不小心摔一下或者是磕一下，这里很容易把这顶部的这些碰断，所以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而且在掰它的可动的时候不要去硬扯，很容易坏啊。下半身这个涂装也是啊，非常不错。整体的这个魔改造型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本来这个主体原型机我就觉得还是挺帅的，特别配上它的武器配件了以后，脚部重量方面也是非常沉，内部关节处还是有一些合金件的，整体的重量还是很沉。像我之前测的一些变形金刚系列也是非常重。再往上来看一下手部，手臂的一些可动可以看一下，小臂甲有一些活动空间，包括这里嘴巴也可以稍微睁开一点点，虽然说幅度不大啊。然后到了上方大臂这里抬举，包括这一段也有活动空间。虽然说你看它很多地方都非常大，但是对于可动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小的。
背部正面整体看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看一下下方的这个腿部，侧裙甲两边也可以掰开，而且这里会有一个联动机构，看上去非常舒服，很丝滑。前面的前裙甲是完全固定死的，就没有任何可动了，我掰不动它。后裙甲是有一定的幅度的，整体的关节都是非常坚硬，完全不会动。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首先头部抬头的幅度几乎是没有啊，你手如果一抬，哎，它整个面料就掉下来了，幅度所以非常小。但低头幅度有。头360度来试试看，玩的时候当心点啊，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背部这一块也是非常薄，头部可动一般，只是抬头的幅度确实非常小啊，左右侧头也有。好，然后看一下手臂，首先它也有一个前拉关节，但是呢很紧，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啊，它身上尖刺实在是太多了。哎，看一下，这边会有一些联动，就是关节非常紧，玩的时候你单手根本就按不出来。手臂看一下，抬举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两边会有个干涉，所以玩的时候先把这两块往下掰，手稍微转一下，看一下能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差不多到这里了，幅度很小，毕竟它这两边真的是太大了，但这个塑料件很薄，再往下掰，手臂往前，这个幅度也会很小，可以看到啊，这两边也是一个干涉，来试一下，哦，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幅度也是不怎么样啊，看一下，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这边就已经干涉了。手肘部分来看一看，手肘部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秀的，就是这边的关节暴露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能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可以的。好，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胸腰也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哎，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它的胯部啊有一点点的一个折叠，但不多，主要还是在胸口这里，这两块可以稍微的给它掰开，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背部来看一下，整体也会有，哎，里面的这个绿色的透明件，而且有活动的空间，基本上背部也不会穿帮，这一点还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把它给还原，哇，看一下往后有没有。好，后仰的幅度差不多到这样。再合上，侧腰也有，就是真的非常难掰啊！左右旋转，幅度很小，这边已经干涉到了，稍微能折一点点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腿部关节呢，先要把手给抬一下，看一下侧踢，幅度很小啊，也是有干涉。看一下前踢，前踢的幅度还行，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说不能到90度。往后的幅度差不多这样的是一个安全距离。屈膝，这玩起来真的太费劲了啊！哦，这折的位置很大，能到这样，而且这边都会有一个甲胄的一个联动。来看一下正面，大腿旋转，来看看有没有。
啊，有一定的旋转空间，手臂也是都可以去旋转。这里的这个活动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松了，没有其他关节那么紧。脚来看一看，前脚掌有一定的可动，整个能掰成这样。再往后，这两边呢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不大。左右也有。对于摆一些基础的造型，你不用地台的话，也是能办到，问题不大。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跟配件，整体的这个质感，包括涂装，把玩度还是不错的。我们来下一段。OK， 兄弟们，外包装来看一下传统的这个铁机巧的一个风格，但是这一次非常非常厚啊。来看一下，整个包装正面就是咱们本次主角的一个全身像，加上一个特效键，非常帅。然后看到侧面，这个我读不来，反正挺帅。背部就是官方摆的一些造型，顶部也是它的产品 logo， 磁吸的一个打开方式，看一下这边。哇哦，还是非常帅的。这边打开来看一下，首先第一层咱们的主体，哇，这个主体就非常非常大，而且很重，但是可以感觉啊，这个东西玩起来手很容易破，各种尖刺的一个地方。再看一下第二层，哎呀，第二层特效键，还有非常大的武器配件。最后一层经典时尚大地台一个，底部说明书，这说明书非常薄。好，包装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虽然说不是特别多，来看一下做的究竟如何。OK， 兄弟们，配件咱们来迅速的看一下。首先说明书非常的薄啊，就这么几页。首先这一边就是所有的这个配件内容了，这上面是包括了限定特点的，全是日文，没有任何中文。首先头部的一个可动，然后面雕的一个替换，有一个呲牙咧嘴的一个表情，它是一个限定特点，普通版是没有的。背部的可动，肩胛可动，然后这边呢就是胸腰可动，还有一些能活动的手臂甲、腿部关节。到了这边背后可以装3节纽扣电池，给它点亮，但是厂家没有给。如果你要自己买的话呢，它的电池型号是 LR-41， 去配3节。身为专业的测评博主，我当然是没有这种电池的，放心，点不亮。背部把这个拔下来以后，去安装背部的这个非常大的特效键，下方腰部替换键，武器的一个搭载方式，然后这边又是一个限定的特点，这个特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啊，搭配在这两把武士刀上有点看点的，可惜啊没有。下方呢就是一个地台的安装方式，还有这个卡扣卡在这个裆部，说明书就这么一点。然后看一下手型，手型呢加上主体手上只有3对，首先一对握持手型，一对造型手，没了，就主体上的一对握拳手了。腰部的一个特效键，我觉得厂家如果给一个辅助器啊，能把当中那一个直接捏出来会更加好一点。像我刚刚展示主体的时候，那个东西好难拿呀，可能倒出来了。唯一的一个脸型替换，镜头拉近来看一下，涂装没任何问题，没有溢出来，没毛病。接下来武器配件咱们来瞧一瞧。首先这2个非常大的巨钻，塑料的兄弟们，而且非常轻，表面非常光滑，玩的时候当心点啊，别一不当心没捏住掉在地上了。这东西空心的，开模也非常尖锐，如果掉在了地上高处这样一掉，这边肯定断了，所以玩的时候还得当心点。合模线非常明显。
但这两个东西够大。好，然后2把50刀，非常长，当中的透明件还不错，整体是一个软胶材质。2把可以挂在腰间，也可以拿在手上。握把这里没什么多大的涂装，这跟拼装模型的那种握把差不多，挺沉的，因为它比较长。最后一个配件，背部的这个特效件，哇，非常大，而且这一个涂装，特别是这种纹路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可动，哎，可以去弯折它，展开以后更大。这里是一个卡扣，但是装上去了以后，如果你不用地台的话，我感觉站不住，确实这东西很重，轻一点还行，千万别掉在地上啊，它不是软胶件啊，这一掉在地上肯定嘎嘣脆的。最后经典时尚小地台支架，底部的这个地台，这地台呢是可以拆卸的，这质感呢跟外面去买一个就是专门给万代这种拼装模型啊用的那种小地台差不多，质感呢很普通。我觉得铁技巧对于地台方面真的是没什么多大讲究，如果以后能换一点稍微好看一点，可以用这种塑料的，但是如果涂装再符合这种主体，那就更好了。OK， 配件咱们就全部讲完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普通版跟限定版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大概在差个300块钱左右吧。如果你不需要这些特效件的话，我觉得买个普通版绰绰有余啊，挺不错的，玩起来也带劲。就是要当心一点，不要让手给割破了。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本期的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